2024年马来西亚电动车市场最火热的话题 BYD Seal 或 Tesla Model 3，这两台车子的价钱都十分的接近，然后它们的续航里程、body style、车身的形状等等都有非常多相似之处，非常值得讨论。也是很多准备要有大概18万到20万预算的朋友们，这两台车子会给你完全不同的这个体验，从它的内饰到外观、驾驶表现等等。所以今天这集呢是一个简单的对比，给大家知道到底这两台车子最根本性的差异是什么。那过后有时间有机会，我们还会再另外单独做一支给 BYD Seal 的这个介绍影片这样子。所以影片开始之前呢，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也要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Let's go。BYD Seal 有两个款式 ，Premium Rear-Wheel Drive 179,800块 ，Performance All-Wheel Drive 199,800块。Tesla Model 3也有两个款式 ，Rear-Wheel Drive 189,000起 ，All-Wheel Drive 218,000起。那为什么要强调起？因为 Tesla 的价格不包括附加选项，像是颜色只有白色是不需要加钱，黑色、蓝色5000块，灰色7500块。红色11000块，标配18寸轮圈，19寸要另外给7500块，标配黑色内饰，全白色要给多5000块。那 BYD Seal 提供黑色、白色、灰色和 Performance 专属的蓝色，它标配就是19寸的轮圈，也只有提供黑色的内饰。那 Seal 和 Model 3的电池都是82 kWh。WLTP 标准续航里程和0到100的加速方面 ，Seal Rear-Wheel Drive 570公里5.9秒。All-Wheel Drive 520公里3.8秒 ，Model 3 Rear-Wheel Drive 513公里6.1秒 ，All-Wheel Drive 629公里4.4秒。那这个是19寸的数据，如果用18寸的话，分别是554公里和678公里。那 Model 3和 Seal 的风阻系数都是 0.219 CD， 在电动车世界里面0.219是超低的风阻系数。要知道 e-tron GT 是 0.24 CD，Taycan 是 0.22 CD， 目前领先全球的是 EQS 0.20 CD 和 Lucid Air Touring 0.197 CD， 还有广汽的 Ion Hyper GT 也是 0.19 CD。车身轴距方面 ，BYD Seal 是2920mm，Model 3是2875个mm。车重方面 ，BYD 是2055公斤和2185公斤 ，Tesla 是1765公斤和1828公斤。Tesla Model 3是一个诞生于2017年左右的车型，在2023年经过了一次改款，所以现在这个样子跟之前是有很大的差别了，整个车尾灯的 design 都不同。那 BYD Seal 就是一个2022年8月进入 production 的车子，所以它是比较新的啦，简单来讲。然后他们的设计的话，我觉得车头，BYD Seal 会比较好看啦，看起来比较 sporty， 比较多样式。Tesla 就会过于简单，过于简洁。但车尾的话，我会比较 prefer 这个 Model 3的这个 C 字形的车尾灯。这个车尾灯也是好看，不过就是太普遍了。时下好像所有电动车，不只是 BYD 而已 ，I mean Audi、Mercedes 都一直在用贯穿式的 LED 车尾灯，它是好看的。可是我觉得个性上 Model 3会显得比较有个性一点点啦。然后我们就来看它的其他方面如何。首先 ，BYD Seal 的轴距比 Model 3长，车身也比它长。离地间隙比它高7个 mm， 车身高度比它高19个 mm， 所以就数据上你已经知道，它在后排坐起来椅背比较斜，然后要翘脚等等，腿部空间、膝部空间、肩部空间都是比较宽的一个车子。然后一样用的是这种玻璃车顶，当然它是整片的啊，中间没有鼓的。它分开的地方跟 Tesla 有点不同 ，Tesla 是中间有一片鼓，但是从这边开始到后挡风玻璃是一整片的，它是到这边分开，所以它的后面的 windscreen 跟车顶是不同一片玻璃来的呀，分开的。做起来的话，就是很明显就是一个 D segment 甚至是 E segment 的等级这样子，非常的宽，腿部空间要拿来载人，这个车子绝对是比Model 3更加的适合。还不要讲到乘坐空间啊，就上下车这个动作已经比那个利落很多，那个就有点狼狈这样子。然后后面的话，两个冷气出风口 Type A、Type C 的接口，但是它就不像 Model 3这样子给你一个荧幕可以看 Netflix、YouTube 等等，即便车子在走啊都可以看，还可以玩 game， 还可以调整冷气，还可以去透过这个荧幕去调整这个椅子要给它前后等等，所以就功能性上它是比较好，比较齐全。然后这个扶手两个杯架，普通的东西基本东西都有，然后有 seat pocket， 然后阅读灯、扶手等等。So overall 来讲，
呀，这个是没有悬念的，后排乘坐 comfort 跟空间肯定是 BYD 秀会赢过 Model 3。行李箱空间方面 ，BYD 秀有400公升，车头的 front 有53公升，那 Model 3的 front 就有88公升，行李箱594公升，比 BYD 多了不少。很明显的，车顶比较低，离地间隙比较低，整个人要上下车的时候啊，一下再一下，你才可以顺利的进去后排空间这样子。这个 Tesla Model 3的椅背非常的直 ，compared to BYD 秀它是非常的斜，然后还有翘脚的空间，这个就真的是你一对比之下就会发现到立竿见影，很明显的差别。当然抬头的话，这根梁会阻碍了一点的视线，那个秀是 flat 的，然后只是在这边会下来分割这样子，把这个东西不影响啦，还是那个会比较好，整片都是玻璃。然后这一块荧幕像我刚才讲的，你可以拿来调整冷气，然后这个椅子啊，你可以去调整这个椅子，看到吗？我可以透过荧幕去叫这个椅子前后，那个车子就没有这个功能。还有2个 Type C， 然后 Tesla 的 Type C 是支援65瓦的这个 charging， 所以我可以 charge 我的 MacBook M3 Max 都可以。有没有 armrest？有，它是这样子的 ，OK， 然后还有2个杯架放在这边这样子。但整体来讲，坐在后面这个就像一个 Civic， 那个就像一个 Accord 这样子。很明显的啦，我已经透过这个直接简洁的手法，你就可以看得到到底哪一台车子比较适合你。平时自己驾车的 Model 3 is good， 然后你要载人、载你的老婆、载孩子等等，要放car seat，那个车子会比这个更加的适合拿来载人跟载物。然后椅背要倾斜，它也是可以这样子 ，right。哇，椅子很软，坐下去整个人要陷进去这样子，饱腹感很好。Start engine， 是 engine 啦，I mean start 车啦，它是要 start 车的。BYD 用了 15.6 寸的中控台荧幕，那 Model 3是 15.4 寸，差别是它是能够去 rotate 的，有一个 button。这个 15.6 寸荧幕除了 Landscape 之外，也可以是一块 Portrait Screen 直列式荧幕，但在 Apple CarPlay 的时候就不能够旋转。然后它跟 Model 3最大的差别是，它里面是支援 USB、Apple CarPlay 跟 Wireless 的 Android Auto。所以你一用了 Wire 或者你用 Wireless， 你可以用 Google Map、Android Auto 等等，用你手机的 data 就可以了。那 Tesla 呢，它就是没有 Apple CarPlay， 也没有 Android Auto， 它有自己的一套 Operating System。虽然它的地图是 based on Google Map， 但你问我的话，还是 Google Map 或者 Waze 会比较适合我们用啦。那个要一点时间去适应它，因为地图不只是地图，你要输入目的地之后，它告诉你到目的地还剩多少 % 的电量。所以为什么 native 的 map 在一个 EV 里面这么重要？BYD 内建的导航地图由 TeleNav 泰维导航提供，可以显示 EV Charger 的位置，但在导航页面这边并没有发现抵达目的地的电量，但它还是胜在有全屏幕的 Google Map。坐下来的话，有一个 10.25 寸的这个电子仪表板 Instrument Panel which is Tesla 没有，而且它还有 Head-Up Display 2合1。你不要看这个也可以，你可以看抬头显示仪，所以这个东西你就可以把你的视线集中在这边，而且你要这个Signal有Signal，然后你要雨刷有雨刷，都有在这边。那 Tesla 就全部都没有 ，Gear Lever 要在荧幕里面去上下调整，那 Signal 就放在 Steering 上面。那我自己最在意的音响系统的话，这个车子是 Premium Performance 都有12个 speakers 的 DYN Audio， 那 Tesla 是高配17个，低配9个 speakers， 所以17个对12个，然后它的方向盘上面也很多按钮，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然后 Gear Lever 驾驶模式等等，音量大小都有，所以你除了 Touchscreen 之外，你还可以透过中控台这边的这些 button 去调整车子的功能，而不需要一直去 Touchscreen， 所以就使用的界面来讲，也不只是 BYD 对 Tesla， 以 Tesla 胆来演，其他人对 Tesla， 因为全世界应该就只有 Tesla 玩这种东西吧。材质的话，因为这个是 Performance， 所以这边有 Alcantara， 不知道是不是 Alcantara， 就是这种 Microfiber 麂皮的材质，它也有可能是 Dinamica 等等，或者是 Suede。然后2个 Wireless Charger 跟这个 Tesla 差不多一样，就放在这边这样子。然后这边有，因为它是一个中桥式这样子啊，下面是有2层这样子，好像一个太空舱这样子，所以就质感方面我觉得是很 premium 的。然后这块荧幕里面就是我觉得它的 graphic
还可以再进步一点点啊，还是看起来没有这么 native 的感觉。然后它有一个东西是我觉得完胜 Tesla 就是它是有 parking sensor 的前后都有 parking sensor， 然后它还有一个真正的360 camera 可以看到车子的东西。那 Tesla 这个因为前面没有 parking sensor， 而且 front bumper 也没有 camera， 所以只能够透过挡风玻璃。我觉得那个很 limit 啦，虽然它有 3D 显示，可是我觉得还是传统的360 camera 会比较好用。所以它是一个让你从ICE car 从燃油车过渡到电动车不需要去适应的，一上车翻2下你就能够上手。Tesla 你是需要从头开始学习，像我驾了几个月，我都还买到了学到了，我现在都还在学习。我昨天才发现车子还有很多隐藏式的功能，我都不知道。因为在我买车子的时候 ，Tesla 有很多功能是没有写在 spec sheet 的。经过 over the air update 过后，它突然间就多了 adaptive high beam， 多了 automatic 的这个 blind spot monitoring， 现在有红色的灯。所以今天只是一个短暂快速的给大家了解一下两台车子根本性的差异。如果你是一个车主，哪一台比较适合你？不用想，肯定是 BYD Seal。如果你有时间要学习，要花时间，那个肯定要花很多时间这样子 ，right？ 现在将驾驶模式调整去 Sport Mode，and we say 3, 2, 1。100。So 这个 BYD Seal Performance 0到100是 3.8 秒 ，Tesla 是 4.4 秒，因为它是一个 Performance Model， 而 Model 3 All-Wheel Drive 不是 Performance Model 因为改款版的 Performance 还没有推出，所以就账面上这个价钱跟0到100肯定是这个车子遥遥领先的，这个是毋庸置疑，完全不用去怀疑，你看得到了的 facts。但是BYD 跟 Tesla 的这个定位有一点不同因为你买到 Performance 的 Seal 续航里程是比较低的，只有520公里 ，Rear Wheel Drive 的反正它的里程是比较高的，可是 Tesla 是倒反，你买到 Low Range 的0到100是 6.1 秒，然后续航里程是比较低。然后你买到 4.4 秒的续航里程是上到629 19寸，如果像我这样子用18寸是可以去到678公里的 WLTP， 所以这个车子是它牺牲掉续航里程，可是你可以得到更强的加速能力、动力表现。它除了这个之外Charging Speed 也是这两台车子最大的一个差别。OK，Charging Speed 这个可能对电动车不熟悉的朋友要重新拿笔记做一下功课啦。So Model 3 Rear Wheel Drive 的它是170 kW DC 11 kW AC， 然后 All Wheel Drive Long Range 的是250 kW DC 11 kW AC， 然后 BYD Seal 的话是不管是这个哪一个版本Premium 的还是 Performance 的都是150 kW DC 7个 kW 的 AC 而已。那充电时间肯定是 Tesla 比较快，但是 BYD 支援 V2L 的对外放电功能，而 Tesla 全车系都不支援 V2L。所以这是这两台车子最本质上的差异。首先是续航里程跟它的这个充电的速度，这个才是衡量一辆 EV。0到100当然非常重要，当然很重要，可是续航里程跟这个充电速度是你每一天要面对，你不可能每一天在弹射加速，哇好快，但是你每一天都要面对到充电，你每一天都要面对到 range 在低续航里程这样子。那驾驶起来的话，毫无疑问的这个车子比 Model 3更加的长，轴距更长，车身更长，长80mm， 轴距长45个mm， 然后离地间隙也比较高一点点，所以你在驾驶起来的时候它会比较 comfort， 后排乘坐空间也比较 OK。那这个椅子的这个坐姿这个椅子好像 semi bucket seat 这样子，坐起来也包覆感也比较好，变成你在激烈摇晃的时候其实它的这个表现是比 Model 3舒服的啦。那你还是要衡量你的消费者到底是要一个很 sport 很弹跳硬邦邦的车，还是要一个比较适合长途行驶，好像 GT 这样子 Gran Turismo 很适合载人很舒服。我们来过几个 bump， 一个 OK 没有问题，因为它的轴距是2920mm， 长轴距在过 bump 的时候是比较 stable 的。然后刚才我注意到这个玻璃也是一样 laminated glass 双层玻璃，所以可以大大的降低了窗外的风切声、风噪声这些东西，所以这个也是BYD Seal 下重本的地方啦，就是这辆车子的安静宁静性都能够照顾得到，而且在这个价位就是比如200千、189千左右就可以给到你这样子的一个行驶体验这样子。So 慢慢的驾来讲，我们不要在 Sport Mode在 Comfort Mode 来驾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它的这个 Regen因为电动车除了加速、驾驶模式跟 Steering Assist 之外，
regen 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东西。我现在去到最强度的 regen 过到 bump， 我完全没有踩，它不会 break。So 这个就会让你不像在驾 EV 的感觉，好像驾汽油车，当你在松开油门，让车子在 cruising， 在滑行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它还会滚，你没有踩加速踏板过后，它还是会滚，它不会自己停下来。所以这个能量回收方面，它给你2个 mode， 不过我觉得好像没有这样啦，而且也没有 B mode， 没有 One Pedal mode，I Pedal、E Pedal， 没有，它没有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是这台车子比较可惜的地方，因为我很少有试驾到电动车在这个价位是没有强度的 regen One Pedal mode， 因为这个东西它会提升整体的驾驶感，尤其像 Model 3这样子，它是 default 的，只有一个 mode 罢了。所以高速有高速的 regen， 慢速就会回到慢速的 regen， 一个 adaptive 的 regen、adaptive 的 recuperation 的感觉这样子。包括你讲 Hyundai 那天，我现在驾着 Ioniq 6都可以去调整 Level 0、Level 1、Level 2、Level 3跟 I Pedal， 有4-5种模式可以给你去选择。But 有时候你要看因为我是 based on Model 3来跟它比，我是一个 EV owner。如果你不是，你从来没有驾过 EV，this is your first EV，nothing much， 因为你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嘛，你不会去衡量，不会去驾啥嘛，你会讲车不是这样子驾吧？这么还要什么 regen这么还要自己帮你 brake， 你自己不会踩 brake 咩 ？OK， 有手有脚。OK， 当然你讲 cornering wise， 它是蛮享受的一台车子，因为它有好像类似 torque vectoring 这样子的东西，因为它的 all-wheel drive 系统它可以去主动调整前后轮的分配扭矩，它是 adaptive 的啦，所以当你要多你要少的时候，可以过 ，OK， 它会自己去跟你拿捏，看到这样子，所以就这个价钱，我觉得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啦。要动力有动力，要舒服有舒服，要长轴距有长轴距，就是这些东西大部分都能够去满足到消费者想要买一台 sporty 的电动车，然后它是一个很 comfort 的电动车，他们都可以得到他要的东西。综上所述，对比 Model 3 BYD Seal 的主要优点是：第一，良好的操控，强劲的动力表现；第二，舒适宽敞的后排乘坐空间；第三，内建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缺点是充电速度比较慢，只有7个 kW 的 AC。再来 All-Wheel Drive 的 EV range 比较短，车身也比较重。第三就是 Regen 的强度不够，没有 One Pedal Mode。那 Tesla Model 3的缺点是：第一，后排乘坐空间小，上下车比较费力；第二，车价比较高，选颜色、换19寸 rim 都要另外加钱；第三，中控台设计过于简单，没有仪表板和抬头仪，比较不符合人体工学；第四，没有传统的360 camera， 比较局限。Alright， 我现在就坐上来我自己的这一台 Tesla Model 3 All-Wheel Drive Long Range。可能很多人只是在乎说你的驾驶动力规格specs specification 你在这个 brochure 上面看得到的东西。但我这个结论要讲的东西，可能大家比较少听到的就是或者也很多人忘记了的就是这个 Tesla 这个品牌跟 BYD 走的是2种不同的商业模式，不同的 business model。So BYD 就跟大部分的汽车公司一样，走的是 franchise dealership。除了雪隆地区以外，其他6个州都有这个 BYD 的 showroom 或者是 service center， 包括东马、沙拉瓦也有 Johor 也有 Penang 都有。Tesla 的话呢，走的就是 direct sales and service， 所有的 data Tesla 自己 on。但现阶段呢 Tesla Malaysia 是只有在 Cyberjaya 的这个总部，就你不管你要买车，你要取车，你要看车，你都是要去到那一边。当然还有 Pavilion Damansara，未来肯定是会 expand， 不过就目前来讲 BYD Seal 你是比较能够去 approach 它，因为你能够找到这个 sales gallery，也会有 sales agent 来接洽你。那 Tesla 的话，从你买车到整个过程除非你是去他们的 showroom， 或者你是去这个Pavilion Damansara， 不然大部分时候像我这样子的 buyer， 我只是在 apps 里面付钱，透过 email来跟这个 Tesla 的 delivery agent 做交谈，所以整个购买的体验是截然不同的，完全是2种商业模式。因为 Tesla 它很少会主动去敲你的门，因为我现在是卖 BYD 的，我可以 call 我的 potential buyers。可是 Tesla 呢，从你买车的那一刻到你交车等等，好像我的情况，我甚至连 loan 我都要自己打电话给别人跟他讲，我要买车多少钱，我要借 loan，
然后我要主动去催他，然后那个 banker 好像爱买这样子，我还要自己去催他，这样我比他还要紧张这样懂吗？当然现在肯定 Tesla 会有改善，不过总的来讲，这个商业模式决定了2台车子针对 target 的 potential buyers、potential customer， 它的 prospect 是不同的人来的，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就是你imagine啊，一个人他买一辆车子，完全没有经过任何一个 salesman 去 push 啊，他自动自发自己去给1000块，自己去给15000块，自己选颜色，自己选 rim， 自己配，自己 email， 自己拿车，自己接 bank， 自己去标车牌，全部东西都自己做完，跟你在那边等人家来 serve 你，等人家来服务你，这是2种不同的客户群的。有些人我有钱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到自己这样辛苦？我给钱的嘞，应该要你来 service 我，应该要你教我怎样，为什么我还要自己去 YouTube 看 tutorial 怎样用？所以它是自动自发跟被动的享受被服务的感觉。这是很多人可能表面上没有看到的，你实际上去购买车子之后，你就会发现到短期长期的东西是不同的理解。好像 Tesla 很多人讲它很高松，对不对？看起来什么都没有，里面觉得很无聊，但你用久过后，你就会发现到它强大的 over the air， 甚至连车子召回在 service mode 里面，你都可以在荧幕里面去调整很多的东西 which 是深不见底的，我可以讲。而且 Tesla 还有专属于自己的充电网络，从新加坡、马来西亚一直到泰国，有250 kW DC 的 Supercharger 和11 kW 的 AC Destination Charger， 目前是不需要付费的，它是属于 Plug and Charge， 不需要再另外打开其他的 Apps， 放进去就可以直接充电。所以没有完美的车子，只有最适合你的这台车子。那这台车子适不适合我自己说法，我目前觉得它在很多方面都跟我自己个人的习性跟我个人的 lifestyle 有很直接的关系。首先，我不是一个喜欢吵闹的人，我喜欢安静一个人，我不喜欢去看演唱会，我不喜欢去热闹的广场、大城市、香港、上海，我不喜欢去这些地方，我喜欢去荒郊野外，我喜欢去奥地利小镇、瑞士小镇、北海道的小镇，这是我个人我自己的消费习惯，我自己的生活习惯，我喜欢一个人静一静，在我自己的空间，它有17个 speakers， 安静的行驶 ，one pedal mode， 我觉得很舒服 ，OK。当然，你问我是不是一台好的车，它绝对是一台不错的车，操控驾驶动力有舒服，有空间，有样子也好看，也 sporty。不过每一个人的口味都不同，所以希望今天这集 BYD Seal vs Tesla Model 3可以提供给你2种不同的人生观，2种不同的看法，2种不同的销售模式，2种不同的背景，2种不同的国籍，一个是在上海 R&D 的上海组装进口到马来西亚的，一个就是100%的中国自主品牌，请了外国的设计师来设计的一台 BYD 的车子，这样子，所以看你要的是什么东西。所以影片的最后要呼吁大家，喜欢影片记得要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频道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So 有什么东西大家还可以在这边讨论，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样子，我们在下一集影片见啦。